这台小主机65瓦性能释放时 ，CPU 最高温度只有70度，它还能轻松跑到接近85瓦的性能释放。它可能是目前散热最强的 780M 核显小主机。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7 H255 CPU 的高性能迷你主机 Topfile 极夜 Desk One T2。直接来看 H255 和8745HS 的对比 ，CPU 睿频一样，核显频率一样，都没有鸡肋的 NPU， 其实它两个完全一样啊。极夜 T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极夜 T8130M， 这台小主机拥有超级大满贯接口，还有外置 WiFi 双天线和下压式桌面级散热模组。极夜 T2 除了继承发挥上述传统强项以外，接口上增加了一个 M.2 PCIe 4.0x4 的插槽，另外一个 Type-C 接口也增强为 USB 4，并且把 AUX-Link 接口转移到了后面板。这样的升级，朋友们是否满意呢？极夜 Desk One T2 装置 AMD Ryzen 7 H255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AMD Radeon 78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3个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后置 AUX-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在这儿了，外置双 WiFi 天线和备用螺丝。说明书，这 DC 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是银色的全铝合金机身，左上角是极夜品牌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双 USB 3.2A 口、USB 4接口、耳麦接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后置 AUX-Link 接口、DP 2.1 接口。这个空位可以安装后置音频接口。又一个 USB 4接口、USB 3.2A 口、USB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外置双 WiFi 天线接口，后部、双侧、底部、顶部都有通风口，全部都有防尘网，不怕积灰哈。取下背部4颗长螺丝，轻轻提起底盖，看看内部接口情况。右部底盖上有给 SSD 和内存散热的大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5600兆赫兹，1、2、3，一共3组2280的 M.2 PCIe 4.0x4 的 NVMe 插槽，MT7922 WiFi 6E 无线网卡。咱们看看下压式风扇长什么样，这就是下压式散热系统，一把9厘米的风扇和上面的8厘米的风扇组成了双风扇。我们拿到的是准系统，所以要装上2根 16G 5600兆赫兹的内存，组成 32G， 再装上一条自家的 NVMe SSD。现在这些东西涨价的不像话了。还有一个配件包差点遗漏了，后置音频接口，不知道这是不是标配。显示器背架，立式底座。厂商还发过来极夜之家品牌的显卡坞，我们也开箱看一看。型号是 G1， 属于开场式型号。显卡坞及其配件，硬盘和组件螺丝，还有显卡支架、AUX-Link 线缆、ATX 电源支架、SFX 电源支架。说明书，显卡坞本体也是银色全铝合金的。显卡插槽、电源接口，翻过来有一个 USB 接口，一个 AUX-Link 接口，
您别说啊，这银色铝合金支架还挺好看的。BIOS 升级为中文图形化界面，先点一个赞。这里可以设置来电置起，这里可以设置显存大小，最大16G。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把4个参数都设置成85瓦。今天我们要测试小主机的极限性能。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i64跑 FPU 单口的压力测试 ，CPU 几乎一条直线跑在85瓦，整机功耗跑到134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4.5GHz 左右。我们单考了1小时03分钟，室温20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82度。SSD 最高温度44度。我们用极夜 Desk One T2 迷你主机的 Ryzen 7 H255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9分39秒，共计579秒。579秒是 780M 核显 CPU 非常好的成绩，排名 780M 核显小主机第3名。CPU-Z 多线程 7138.9， 单线程 666.5。多线程成绩排在 780M 核显小主机前列。Geekbench 5多核11906，单核1879，多核成绩排在 780M 核显小主机中游。Geekbench 6多核12316，单核2557，多核成绩排在 780M 核显小主机中靠后的位置。Cinebench 223多核17225，单核1724。多核成绩上了17000分，是 780M 核显小主机中靠前的。Cinebench 2024多核986，单核103，多核成绩靠前。Passmark 多线程32162，单线程3882，多线程位于 780M 核显小主机靠前的位置。综合上面的比较，极夜 Desk One T2多核性能大部分位于 780M 核显靠前的位置。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487020， CPU 得分941984。我们给 Ryzen 7 H255 运行 OpenDouble 测试 ，AES 9300155， XX20 3678786， Core Mark 5111863。 Core Mark 成绩是所有 780M 核显的第3名，还不错啊。我们来打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90帧左右，复杂场景70多帧。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80帧左右。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1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增生成，平均帧54帧。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80帧左右。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 FS23 开到55，开启增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帧68帧。实战一下。
就是大王说的那个天命人。这就是 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82.1 度，内存做显存最高 63.5 度 ，SSD 最高 46 度，游戏时的散热表现非常好。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2990 ，FireStreak 8604 ，Still No Man Light 21.19 FPS， 稳定度 98.8%， 通过。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H255 和 8745HS 的各项成绩是差不多的。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车编程，跑到了 14.59 token 每秒，是 780M 核显小主机非常好的成绩。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满足满血的 HDMI 2.1 FRL 标准。USB 4和 DB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B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Hz 10位 YSBCR 444非压缩信号。Radeon 78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我们自己加装的 M.2 硬盘测试7000兆比每秒，是 PCIe 4.0x4 的最好成绩。USB 4接口外接雷电3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次是 MT7922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85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无线性能了。英特尔 i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Aperture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极夜 Desk One T2 装置了 Ryzen 7 H255 CPU， 在 Windows 下性能释放最大是85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达到了137瓦。我们这个120瓦的单槽小电源啊，容易度还是真大。室温20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0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85瓦性能释放下，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55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4分贝。设置65瓦性能释放 FPU 单烤 ，CPU 最高温度70度 ，CPU 频率 4.3GHz。此时的机身噪音51分贝，耳边噪音41分贝，可以算是接近安静了。极夜 Desk One T2 它装置了 AMD Ryzen 7 H255 CPU， 出厂最高85瓦功耗释放 ，CPU 性能居于 780M 核显小主机前列，图形性能与 8745HS 差不多，得益于下压式散热系统，
散热和静音都可以算非常优秀。小主机相对于基业 T1 升级为3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Oaklink 接口后置，这些都是非常贴心的升级。说到缺点，我咋感觉升级到120瓦电源还是有点悬呢？这 BIOS 里没有预设静音平衡性能模式，而是让我们手动修改，这对小白用户来说还是麻烦了。厂商说下一个 BIOS 版本会修正，那我们拭目以待吧。总结一下，极夜 Dex One T2 装置 Ryzen 7 H255 最大85瓦的性能释放，散热很优秀，静音也很优秀，接口再次升级更优秀，优良做工，强悍性能，价格还相当便宜，准系统才2099元。下压式散热系统打造出强大的迷你主机，我们对极夜 Dex One T2 这款目前超有性价比的 780M 核显小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